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机器人基于 TCP/IP 协议的套节字通信功能。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机器人作为服务端来跟外界的第三方软件进行通信。首先我们打开社交区页面，我们新建一个程序，然后命名为 Server。那我们机器人作为客户端与外界的第三方软件进行通信的话，主要有这样几个指令。Socket listen 就是监听一个端口号，然后 Socket accept 来接收客户端的链接，然后是 Socket server close， 这是关闭与客户端的这个链接通道，然后 Socket server send string， 那是服务端给客户端发送字符的指令。Socket server read， 一共是这5条指令。那我们现在来通过这5条指令来编写一个机器人作为服务端与客户端的一个通信的程序。首先，我们需要通过第一条指令来监听一个本地的端口。我们可以定一个 port。那我们需要监听一下这个端口。然后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客户端连接的一个 client ID。可以写个语句。如果我们判断一下 client 连接的 ID 标识，如果等于0，那么我们建立通过 Socket accept 来等待。如果不等于0的话，那我们需要先判断一下 ID 的类型。什么是等于 number？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如果服务端与客户端，
建立成功的话，那么它会返回一个大于0的一个值。那我们可以通过 git server send string 这条指令来给客户端发送一条信息，比如说 hello world。然后我们第二个参数是我们要发送的这个通道号，第一个参数是我们要发送的字符的内容，第三个参数的话就是我们是否要主色，默认为主色，0是主色。然后我们需要判断一下它的返回值。如果 reach 返回值等于0的话，代表发送失败，那我们需要关闭一下。刚刚建立的通道，然后把指为0，否则的我们可以读取客户端回复的信息。通过 socket server read string， 我们来读取一下客户端回复的信息。那第一个参数是我们要读取的通道，第二个参数是0是代表主色，然后非0的话是读取的时间，然后返回这是我们读取的内容。然后我们对读取的内容首先进行一个长度的判断，如果等于0，我们认为读取失败。那我们是需要关闭一下建立的通道。如果不等于0的话，那我们可以监控一下我们接收的字符内容。好，那我们跟服务端跟客户端编程的一个基础通信的这个程序，我们已经编写完成了，然后我们保存一下程序。那我们机器人作为服务端，我们的 IP 地址是192.168.58.2。
那我们先将服务端切换到自动模式，启动我们的程序，然后我们通过第三方软件网络助手来模拟第三方软件。我们选择客户端，然后 IP 地址是58.2，端口号是5033，然后我们建立通信。然后我们发现通信建立成功之后，我们会收到服务端发送的内容。然后的话，我们再给服务端回送一个 no 的一个信息。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变量监控的区域就可以看到客户端发送的内容。这样一个我们机器人作为服务端与第三方作为客户端的通信就已经建立成功了。那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通信的机制来设计一些需要的这个交互逻辑。好的，本节课我们机器人作为服务端与第三方软件进行通信的编程讲解就已经结束了，谢谢。